眼前這套大宅便是位於浙江省嘉興市海寧市的陳閣老宅。相傳清雍帝繼位之前，就從他們家換走了個孩子，這孩子就是未來的乾隆帝。這個傳說的歷史非常悠久，甚至連景區官方都用它來做宣傳。如果這說法是真的，那我們怕是得把乾隆帝稱為陳弘历了。不過我一直覺得，這個傳說能在清朝那種高壓的環境下傳開，鐵定是有人開了口子，看來是有人刻意希望大家知道它。所以我們對這樣的野史還是要抱有一個謹慎的態度。現實中的陳閣老宅始建於明代晚期，當時他們家就已經有功名了。在陈元龙于清代發達之後，便擴大了這套宅子的規模。不過在後續的歲月裡，很多舊日的老建築都逐漸損失掉了。直到上世紀80年代，海寧市政府才對遺存的各處建築進行了修繕，並對外開放。如今這裡既是全國重點文保單位，也是鹽官古城的核心看點之一。我在2025年4月底接了鹽官古城的商單，所以順便到陳閣老宅裡拍了一些詳細的素材。如今商单的事辦完了，是時候帶着大家仔細逛一逛這處因帝王身世緋聞而名聞天下的望族舊宅了。大家好，我是徐工，這次一定點關注，下次旅行不迷路啊！我目前所在這個地方是位於浙江海寧鹽官古城之內的陳閣老故居啊，一會兒我們來好好的逛一逛這兒。如果站在陳閣老宅的門外，你會發現它的斗拱很別致，是用一根魚形耍頭搭配2根秦面昂的造型，這和北方清式建築的固定搭配倒是不謀而合。現在我們站在門口，抬頭往上看，就看到了一塊寫着恭父帝的斗匾。因為陳元龙曾任太子太傅，所以他的宅子便得了恭父帝這個名字。而這塊斗匾所在的門廊則是進深3傳的捲棚頂，大門兩側的抱鼓石也頗為講究，鼓面的浮雕是3絲細球，而且頗有動態感，邊緣則以植物紋代替了鼓釘的位置。左側下方的方形石頭上雕刻的是鳳鳥逐日，另一側的底座則是浮雕海水魚紋，簡直是變幻莫測。這對門口的抱鼓石有驅邪擋鬼之意，所以它又被稱為門當。上方斗匾下的4個門簪常在大門成對出現，所以它又被稱為護對。兩者合到一起，便是我們熟知的門當戶對。進門之後，便第一眼看到了一個刻着2龍戲珠的木屏風。走近了一看，發現這屏風是新東西。不過大戶人家以前也必然會在這個位置以屏風或影壁牆來擋住穿堂煞，而左右兩側能看到一頂官員用的小轎子，以及肃靜回避牌，還有寫着官職的牌子，說明這個屋子也兼職充當了教廳。旁邊還有陳閣老宅的沙盤，我們根據俯視圖能發現，它的徽派建築元素很濃郁。這個位置往前就是一座精美的石雕門樓，其屋頂為歇山頂，下方寫着“工龍贊化”4個字，周圍則是以植物紋為主的浮雕，屬於是雕工比較精細的石仿木結構工藝。現在我們按照箭頭先往左邊走，在裡邊順時針走一圈，走到盡頭就看到了宅子裡的家廟。家廟裡的桌子上除了香烛之外，還擺着很多各式各樣的甜點。上邊牆上懸着一個面闊3間的小龕，內中供奉天地君親師。切近了鏡頭發現，龕內除了天地君親師之外，還有本宅土地正神。土地神雖小，但也不能不重視。現在我們沿着甬道繼續走順時針路線，然後發現左側居然還有一個小門，內有一個小院。走近之後才知道，原來這邊便是家族祠堂。祠堂內供奉的是歷代家族祖先的神位，在重要節日期間就得加掛祖先遺像了。桌上除了香燭之外，還有水果以及豬頭3牲，上邊的匾額寫的則是明德維新4個字，意思是美德才能散發出真正的香氣。它的对面是一座2層樓閣式建築，這就是陳閣老故居中的老大房，顧名思義是長子住的地方。它的正門之內也有一座用來擋煞的木屏風，而正廳的高處則掛着一副对联，寫的像是篆字書法。兩側按說該是臥房，但是上着鎖，暫時還看不見內部陳設。然後我貼着玻璃看了看，發現內部也不是臥室的陳設，它更像是個手談喝茶的客廳。另一側則像是個書房，
雖然後邊的羅漢床能休息，但也不該是臥室應有的樣子。現在越過老大房，我們繼續往後參觀，中途穿過了一段曲曲折折的回廊，就來到了雙清草堂。現場展牌說這是陳元龍的宴居花廳，宴居就是閒居的意思，花廳則是比正廳低一級的客廳。雖然只是花廳，但規格也不小了，擺個10人左右的小宴應該是問題不大的。附近的小桌案下方還做出了熟悉的冰裂紋模樣。草堂名字裡的雙清指的則是門口的2棵羅漢松，但我們如今在大门口卻只能找到1棵羅漢松了，看起來也颇有點年頭了。现在我們沿着小路繼續往前走，就來到了渤海陳家的家史陳列館。根據《陽關鎮志》記載，渤海陳氏是姜太公的後裔。如果乾隆真和他們家有血緣關係，那乾隆就也是姜子牙的後裔了。在靖康耻之後，陳家跟隨趙構南渡，一路遷居到了浙江。然後從明正德年间開始，陳家便有人考取了功名，入朝當官。從那時算到清末，陳家共有31人中了進士，100多人中了舉人，還出了好幾個宰相。其中陳元龍的一生貫穿了順治、康熙、雍正和乾隆4朝，也是景區官方認證的乾隆緋聞生父。另外2位重要人物是陳之苓和陳士官，後者則是《書卷恩仇錄》中所認證的乾隆緋聞生父。綜合來看，還是認可陳元龍的更多。之後是陳家其他人才的介紹，這些人在當時必然也是顯赫一時的人物，只是他們的名氣不如前幾位那麼大了。現在我們從展廳出來，奔向下個房間，進門就看到一個大戲台，像是能看演出的地方。這個地方就是陳閣老宅自身的戲樓，也就大戶人家能用得起。再往裡走，發現是可以上樓的。登上去之後，發現這是鹽官的古城遺影展廳。這裡邊所介紹的是鹽官的幾個重要看點，也就是值得看的真古迹。我這次基本上都看全了，唯一錯過的就是鹽官安國寺經床了。當時那邊還在施工，就只能失之交臂了。此外還有很多更早的遺迹，那些都是新石器時代的產物，就算去到了現場，怕是也看不出來什麼。至此我們就逛完了這個展廳。現在我們沿着順時針路線繼續行進，發現另一側的房間還是個展廳，這邊展出了很多的書法作品，甚至還包括海寧陳家收集的碑刻，也就是陳氏玉言堂從帖。說白了就是海寧陳家收集的歷代著名書法家的作品，他也得到了内行人董其昌的高度讚譽。走出展廳後，能在附近看到一處鋪地遺迹，雖然有所損壞，但當初鋪地的思路以及花紋的設計方案仍然是清晰可辨的。現在很多地方的地面仍然是這麼鋪的，和幾百年前的鋪地習慣也並沒有太大的區別。看完這些，我們沿着側面的小路一路繼續前進，穿過一處嶄新的休息區，就抵達了最初的入口。可見這個陳閣老宅也並不算很大。現在我們穿過這道門，進入剛才遺漏掉的中軸線建築愛日堂。之前我們去過的雙清草堂，那只是個花廳，這座愛日堂才是真正的正廳。它靠外的隔扇門是相當的精美，而且颇有古韻。走進去之後，能在上方看到幾塊匾額，其中的南該日永匾為康熙43年御筆，中間的愛日堂匾額是康熙40年御筆，另一邊的鳳池良宴匾額則是康熙24年御筆。從爱日堂後邊出來，能看到一座石雕門樓，上邊寫着玉音2個字。因為穿過這道門之後，前面就是我們剛才去過的戲台了。至此我們就徹底逛完了海寧陳閣老宅。它之所以名气大，就是因為和乾隆的這個緋聞關係，而且陳弘歷故事的知名度可比洪玄燁故事的知名度要大得多。此外，這個故事的歷史還長，少說已經流傳了幾百年。以滿清朝廷對百姓的鉗制力度來看，這傳說之所以能傳得開，說不定是乾隆帝自己解禁的，這還能給他在民間刷點好評。你甚至可以把它理解為維穩工具，因為肯定有腦子拎不清的漢人會覺得皇帝都被換種了，我們都沒必要反他了。這個維穩工具的作用一直綿延了幾百年。比如我們這代人從小看到大的和乾隆相關的文藝作品，講的都是他的風流韻事以及吃喝玩樂的事兒。像《書劍恩仇錄》一樣把他當反派的作品，都是少數中的少數，證明有些事兒能騙得了外人，
但騙不了自己家的包衣。事實上，無論滿清的皇帝是滿人還是漢人，一樣都是滿清利益集团的代表。就算真是汉人又怎麼樣？他們荼毒天下的本質從頭到尾都沒有什麼變化，所以不必对他們抱有任何幻想，更不要忘掉那一樁樁一件件的往事，因為忘记歷史就是对自己族群最大的背叛。看到這裡的朋友，歡迎點讚、收藏、加關注，和徐公一起讀城，一起旅行。